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呜呜。很多朋友都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吃鸡，我也不例外。作为第一个视频，我决定分享很有代表性的手撕盐焗鸡。为什么选这个菜？因为这是我最爱之一。做这盐焗鸡，我通常会选用黄油小公鸡，小母鸡行不行呢？当然也可以，只是女生没有男生那么活泼好动，所以呢，肉质的紧实度会稍稍欠一点。这鸡买回来里面就已经很干净了，所以这里只需要给它去头去尾，在每个夹，清清爽爽的就可以带去洗澡了。洗干净回来，给它里外擦干水分，不够干的话会影响到腌制的入味。擦干水分之后，我们拿一点粗盐来给它做全身马杀鸡。这个步骤可以让肉质更加的紧实。按摩完之后，加入盐1小勺，沙姜粉2小勺，里里外外涂抹均匀，然后放冰箱里待上1夜，让它足够的入味。第二天取出来，再给它洗一次澡。这澡不能省哦，洗完后同样的要把里外水分都吸干。直到鸡皮有点黏糊糊的感觉，像这样连着纸巾，证明够干了。记得里面也得够干，这样才不会在焗的过程中有太多水分跑出来。接着往表面抹一层芝麻油，这层油不但可以增香，还能防止鸡皮粘连到包鸡的那张纸。好了，现在给鸡整一下形吧。2个脚丫子从屁股塞进去。网上有的做法会往肚子里放姜葱，1个字，不要放。为什么呢？我先卖个小关子吧，往下看自然就会明白了。鸡处理好了，就给它裹上纸。动作要轻柔一点，要不然纸沾上鸡表面的油就很容易会破。裹上2层就好了，用棉线固定一下。包鸡用的纸传统会选用砂纸，我呢非常勇敢，顶着新冠疫情在悉尼运了个几10公里的大集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最后只好用最普通的烘焙纸，结果呢，出品一点也没差啊。现在鸡也包好了，我们就开始炒盐了。焗鸡的盐必须选用粗盐，分量嘛要看家里锅的大小，盐要足够在锅中裹住整只鸡。我这里用的粗海盐2公斤多点吧，加上2颗八角，1撮花椒，一起慢火炒。炒盐的过程需要付出点耐心，把它从白雪公主的状态慢慢炒成冒烟的黄脸婆状态，就算炒好了。拿出一个失宠的铸铁锅，我之前先预热了2分钟，把炒好的盐铲一些进去，铺平锅底，再把鸡放进去。这里顺便分享一个小妙招，要是准备的盐不够，我们可以拿锡纸揉成松松的团，放鸡的2侧，就可以蹭去很多空间了。但要注意，锡纸团不能贴着鸡，要保证贴着鸡的是盐巴。现在把剩余的盐全部铲进去，盖过整只鸡，拍拍平，完美。盖子盖上，把火调小，开始焗它。3600秒过去，
我们打开锅盖，一股咸鲜的鸡香扑鼻而来。把表面的盐拨一拨，倒入盘子里，然后小心的把鸡取出来，过程一定要谨慎。这里不说笑，现在的盐非常高温，稍一不小心掉一颗进去拖鞋的话，想象一下能有多刺激。现在把鸡开包，剪开棉线，看看这透视装，性感迷人啊！迫不及待的把这层纱给捅开，瞧着天然的黄皮肤，油润通透。还记得之前说过肚子里不要放姜葱吗？假如放了的话，焗的时候姜葱会出水，出的水就会把鸡皮泡软烂，就做不出这种爽滑中带点韧劲的鸡皮了。相信盐焗鸡真爱粉都懂，这样的盐焗鸡皮真的是谋得塔呢。盐焗鸡并不需要复杂的调味，高温下的盐香就能把鸡肉本身的鲜香给带出来，外皮爽韧，内里嫩滑，肉质充盈，就是最好的盐焗鸡成品了。来，掰一条腿看看。哇哦，看着哇啦啦往外淌的肉质，我的口水也这样淌着。老公的魂完完全全的被这鸡腿勾走了，导致这掰出来的鸡腿只存在于他的眼中，而不存在于镜头里。真想暂停一下拍摄，吃个鸡腿再继续啊。好吧，我是有专业精神的。再掰另外一条微焦的腿吧，别看它有点样衰，可香了，这才是我最喜欢的样子。我唔係偷食你，呢隻咁靚嘅我就諗住留翻俾老婆，呢一嚿咁肉酸嘅就等我食咗佢。你隻假惺惺你話想花言巧語搶我隻燶燶地嘅雞髀係嘛？彈開！趕走殘貓之後，我們就來正式開撕吧。傳統用手撕的方法並不是為了儀式感，手撕呢可以保留雞肉的紋理，吃起來更富有口感。看着肉的質地，有沒有越撕越解壓的感覺啊？不過有一點要注意，就是口水不能滴下去。撕出來的雞骨頭還可以煲一鍋香噴噴的鹹雞骨粥，放幾粒瑤柱一起熬煮，出鍋前再撒點香菜，明天的早餐就能輕鬆搞定了。現在雞也撕好了，終於可以擺盤了。本來我想把它擺成吃不起的樣子，結果還是覺得擺成吃不完的滿滿當當更對胃口。這道傳統做法做出來的鹽焗雞，無論是肉質還是香味，都跟鹽焗雞粉做出來的並不是一個境界。時間和鹽就是它的最佳調料了。對了，這個最佳調料還能循環使用的哦。用過的粗鹽挑去焦的、糊的，炒炒乾。這老鹽下次就還能繼續用了。要是喜歡這道鹽焗雞，就給我一個讚吧。歡迎評論區給我留言，說說你們的心得。烏烏每周都會分享2-3個烹飪視頻，感謝大家的訂閱關注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Action！ 入到啦。